他虽然在2部顶级美剧中都是配角，但就是因为这个老头，我才爱上了整部剧。老麦克才是剧中的隐藏人物，不仅武力值爆表，而且头脑清晰，办事果断，通常会以自己的方式来更好的解决问题。Yes, this is James McGill, but I'm no longer a lawyer. So that's right, not a lawyer. Bye. 索尔拒绝合作律所的邀请后，自暴自弃，准备做回以前的风流吉米。可金不想他放弃这么好的工作机会，他决定和索尔好好谈谈。索尔向他坦白，当初来这里就是为了讨好查克，在律所上班考取律师资格证，也是为了让大哥开心。既然大哥对自己一直都有成见，那么他就决定做回自己，不再为别人而活。索尔承认他是喜欢说服别人，让别人信服自己的那种感觉，但是不当律师，他也可以做到这些。为了向金掩饰自己的才华，索尔将目标锁定到旁边的证券经理，他谎称2人是兄妹关系，还编造了2个假名字。现在正有一笔巨额遗产想要投资，听到他在谈论股票，所以想请教一下。对方见他问的问题都是一些基础知识，便以为他是人傻钱多的地主家儿子，于是想成为他们的私人理财经理，不惜花重金请2人喝了昂贵的蓝宝石龙舌兰酒。在索尔和金的谎话中，对方误以为自己签了一个超级大单，逃出去的2人也因为这场闹剧使他们的感情再次升温。第2天，索尔依旧无所事事，虚度光阴，但他想和金能有一个好的未来，于是索尔决定接受之前律所的邀请，顺利成为了公司的合伙人，不仅有独立的办公室，还有24小时随时待命的助理。索尔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金，现在自己的待遇十分好，公司不仅给他配车，而且索尔已经考虑买房了。他做的这一切其实已经从讨查克喜欢变成了讨女朋友金的开心。为了鼓励索尔继续努力，金还特意为他准备了一个礼物。Come on, second is still very, very good. 很快，哈姆就将索尔的消息告诉了查克。表面上，他为索尔事业的进步感到高兴，但实际上心里还是瞧不起自己的弟弟，故意在他们开会的途中参与进来。他想看看索尔这个不入流的律师能办成什么事。大哥的出现让索尔不免有些紧张，幸亏金坐在他的旁边，才让索尔放松下来。恢复正常的索尔不仅逻辑清晰，而且语言也十分幽默，超强的工作能力得到所有人的认可，唯独他的大哥一脸嫌弃。会议结束后，索尔接到老麦克的电话。You still morally flexible? If so, I might have a job for you. Where and when? 这天，老麦克在老地方等待任务，可他发现老雇主居然用贩毒的钱买了一辆全新的悍马。虽然这车确实很酷炫，但男人却犯了行业里的大忌，干这行的哪有人敢把财外露的？他不顾老麦克的劝告，执意要开着这车去交易，并且还因此解雇了老麦克。交易时，那乔看见这车就知道生意没得做了。男人这么喜欢炫富，迟早会给自己带来麻烦。于是趁男人数钱的时候，那乔偷偷在车辆登记书上找到了男人的住址。第2天，男人的家就被洗劫一空。等警察赶到时，他也只是说自己丢了些钱，最重要的是自己收集的棒球卡都被偷了，可家里最值钱的电视电脑反而没丢。男人反常的表现和现场的异常让警察认为这不是一起简单的盗窃案。很快，他们就在沙发后面找到一个案件，虽然里面没有东西，但却可以让他们肯定男人没和他们说实话。没过几天，男人就接到警局电话，让他过来配合调查。在停车场时，偶然遇到了保安老麦克。警惕的老麦克询问他为什么会来警局，男人就将家里被盗的情况说了一遍。老麦克劝他不要继续追究下去了，否则会给他们2人都带来麻烦。但那些棒球卡是他的爸爸传给男人的，不管付出任何代价都要找回来。无奈下，老麦克让他先回去。他答应男人帮忙找回卡片。老麦克来到那乔工作的地方，并威胁他必须把男人的棒球卡还回去，如果不把卡片归还给男人，老麦克就向图库告发他在外面做私活的事。权衡利弊之后，那乔把卡片还给了男人，但前提是这辆悍马必须马上处理掉。虽然事情暂时算是处理好了，但老麦克知道警方也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于是他拜托索尔成为男人的律师。他充分在警察面前展示了自己编造故事的能力。说到这里，我的手机又响了，原来是牵手上一个1.65米的美女舞蹈老师和我配对成功了。如果你单身想脱单，可到评论区牵手。可爱萝莉、温柔女神、清纯学妹，头像必须经过真人认证，根本没有照片，都是本科以上有正经工作的好女孩。用过的兄弟都在1周内脱单了，大家赶紧到评论区试试吧。为了让警方相信自己说的都是实话，索尔还让男人伪造了一个假的视频录像。回家后，当索尔和金说起此事时，金的脸色立马就变了，用伪造的证据为委托人脱罪。如果一旦被发现了，那索尔就会被取消律师资格。但这就是索尔的做事风格，尽管他觉得无所谓，但他为了让金开心，还是承诺道 You won't. 这个小伙为了逗老奶奶开心，居然要做她的男朋友。这就是索尔备受老年群体喜欢的原因，他总是能用恰当的比喻说服他们，并且获得大家的信任。就这么短短几分钟的时间，索尔就把这一车老年人变成了自己的客户。其实他们都住在那家黑心的养老院里，律所寄出的代理函都被养老院的人给扔掉了，于是索尔只能亲自出马联系他们。只有足够多的人上诉，才会变成集体公诉案件。依靠着自己的才华，索尔3周就搞定了200个客户，这也引起了大哥对他的怀疑。他担心索尔利用其他手段教唆老年人签约，如果是这样，就会对以后的公诉有很大的影响，很可能会导致他们败诉。索尔谎称是他们主动找上的自己，所以才签约的正顺利。这些话能骗过别人，可骗不过金。会议结束后，金让索尔不要再哄骗客户，一旦被发现，也会让他丢掉律师资格的。他决定把实话告诉索尔。 I put myself on the line to get you this job. Okay.
如果一旦索尔出现任何问题，那么金也会受到牵连。金要求索尔用正确的方式来完成后面的工作，可如果正常的方式有用，那索尔又怎么会耍小聪明呢？有2个州的养老院签约人数一直是0。索尔向老板建议投放电视广告，他发现那些老人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天都是上午跳跳操，下午3点准时看电视，只要在第1段电视剧里插播律所广告，肯定会有很好的效果。但律所几年前做过一次广告，效果并不好。老板着急出差，让索尔等他回来再讨论这事。索尔让助理找出之前拍摄的广告，难怪效果不好。Whatever happened to showmanship? 索尔决定自导自编一个创意广告，他又找来那2个摄影专业的大学生，向他们生动展示了自己想要的视频感觉，还请来他的第1个老年客户做主角。就这样，索尔的第1支广告开机了。制作完成后，他迫不及待地和金分享，想让他给 TT 宝贵的改进建议。Professional. And if I were an 86-year-old Sandpiper resident, I'd be dialing. 得到女朋友金的高度肯定后，索尔决定把广告做一次投放，看看效果。第2天，广告刚一播出，律所的电话就已经被打爆了，短短半天就进线200多位客户。就在索尔期待着老板会如何夸奖他时，他等来的却是老板的一顿臭骂。索尔擅作主张给律所打广告，这很可能会毁掉他们经营多年的形象。老板念索尔是初犯，决定再给他一次机会。而金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因为索尔的不守规矩，他差点被哈姆开除。等索尔找到金时，金已经从一个律师变成了打杂的文员。索尔替金感到不公平，他决定找大哥去要个说法。老麦克家儿媳最近状态不太好，便询问发生了什么事。儿媳说自己最近几晚睡觉时总能听见枪声，她担心附近有危险，所以整夜失眠。老麦克决定今晚守在外面查明真相。晚上老麦克就躲在车里，一直紧绷着神经，他可不希望母女2人再有意外发生。突然后面有一辆车向他开了过来，老麦克立刻掏出武器，刚准备动手，就发现对方只是个开车送报纸的。一夜相安无事，老麦克便回去上班了。可刚来岗亭里，就又接到儿媳电话，他说自己昨晚又听到枪声，并且墙上还留下了子弹的痕迹。这时老麦克才明白是他最近压力太大，过于紧张导致出现了幻听。他贴心的没有说破，而是安排母女去酒店住。而老麦克现在要做的就是不停的赚钱。他又找到黑市兽医寻求工作，但按照老麦克的准则，现在没有合适的活给他。深夜老麦克接到兽医的电话，说有雇主点名要老麦克，并且报酬丰厚。至于工作内容，必须他亲自去谈。很快老麦克就开车来到接头地点，但他没想到雇主居然是纳乔。 I've got a problem. Okay. This problem, I can't solve it myself. 原来那乔想让老麦克帮他杀了图库。自从图库开始吸毒后，情绪就很不稳定，总是会怀疑别人是警方的卧底。他曾经亲眼看着图库把一位长期合作伙伴的脑袋崩碎，而他肩膀上的伤疤就是对方飞出来的骨头渣造成的。现在图库的毒瘾开始越来越大，那乔担心有一天自己也会被杀，所以决定先下手为强。每周2他都会和图库在对面的餐馆里收钱，他希望老麦克能在交易完成后干掉图库，他会支付5万美金作为报酬。面对巨大的金钱诱惑，老麦克接下了这个任务，但回去后老麦克权衡再三，还是决定换一种办法来解决问题。直接干掉图库会给他们2个都惹来麻烦，塞拉曼家的人肯定会过来复仇。那乔的目的是让图库离开，所以老麦克决定借警方的手把他送进监狱。这天图库2人照常在餐厅收钱，老麦克提前报警说这里有黑帮正在打架，随后开车来到餐厅，故意刮坏图库的爱车，若无其事的来到餐厅开始点外卖，根本不理会图库对他的质问，还当面给了餐厅的人5美元小费。老麦克拿上外卖就想开车离开，这可彻底把图库激怒了，今天不把钱包交出来就别想走。见图库亮出手枪，老麦克故意装怂把钱包给了他。就在图库正高兴时，周围响起了警笛声，他想拿钱离开，却被老麦克一把抓住，准备掏出枪时，却被老麦克打落到车底。图库把老麦克按在柱子上，蜂窝大的拳头一下下砸在老麦克的脸上。现在他要做的就是死死抓住图库，只要等到警察赶到前，自己还没被打死，那图库就会因为非法持枪被判至少8年的监禁。 That all you got? Get on the ground! 事后那乔见老麦克这副惨样也心疼不已，他不懂明明可以一枪搞定的事，为什么要如此大费周章？事实证明那乔还是太年轻，因为老麦克知道塞拉曼家的人迟早会找来的。索尔以为是因为查克从中做梗金才会被降职，于是找到大哥来请求他不要惩罚金，只要他答应帮金恢复职位，自己不再做律师了都可以。但这次索尔真的误会了查克，金的降职完全是哈姆的决定。见大哥不肯帮忙，索尔连夜找到金，他劝金放弃这份工作，并且起诉他们。索尔总是把问题想得很简单，就算胜诉了，那以后还有哪家律所敢聘用金呢？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持低调。 You don't save me. I save me. Just please go. 而金自救的办法就是必须签一个大单，让律所再次看到自己的价值。于是金开始动用他所有的社会关系，一个接一个的打去电话，询问他们是否需要法律服务。经过金连续几周的不懈努力，他终于约到了一个银行的大客户见面。第2天，金和哈姆一起接待了客户，整个谈判进行得十分顺利，对方立马就支付了定金。这个客户可是个25万美元的大单。送走客户后，他满心期待着老板会再次重用自己，但结果却让金大失所望。尽管搞定了这个大客户，
哈姆也没有恢复金的职位，而是派别的律师继续推进合作。他因不熟悉金融法，决定请查克帮忙。从那以后，查克每天晚上9点来到公司，一直工作到早上再离开。这天深夜，查克居然在公司里遇见了金。原来他一直加班工作到现在。查克想起了自己年轻时的样子。他决定和金聊聊，应该让他知道索尔的本性是什么样。他们家原本在小镇上经营着一家小店，后来因为经营不善倒闭了。而查克对账时才发现，索尔居然一直在偷家里的钱，但家里人根本不信自己的话。My brother is not a bad person. He has a good heart. It's just he can't help himself. And everyone's left picking up the pieces.这边伤势恢复差不多的老麦克正在吃饭，却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就是图库的叔叔丁丁叔。他希望老麦克修改证词，说手枪是自己的，这样图库就不用被判8年的监禁，而丁丁叔会给他5000美元作为补偿。说完就潇洒离开，让老麦克好好考虑一下。果然不出老麦克所料，终究塞拉曼家的人还是找来了。丁丁叔来找过老麦克的第2天，就派手下来到老麦克的家里等他。他们需要老麦克的明确回复，但老麦克想都没想就拒绝了对方。回到家后，老麦克知道对方肯定不会善罢甘休，为了以防万一，他决定做一些防范措施。从那以后，老麦克每天回家时都会看看门口的脚垫，他在下面铺满了复写纸，上面的脚印告诉老麦克有2个人来过。他小心翼翼来到屋内检查每一个房间，但都没看到对方的身影。突然，老麦克听到卧室传来响声，他故意打开了电视，让敌人以为他毫无察觉，然后躲在门后静静等着他们现身。2个小伙怎么也没想到这老头身手这么好，他们其实就是被丁丁叔派来吓唬老麦克的，让他接受那5000美元救出图库。赶走2人后，老麦克知道这才是刚刚开始，但他没想到对方不仅知道他的住址，还找到了他孙女居住的酒店。这天就在老麦克正陪孙女玩的时候，他发现远处楼顶居然站着光头强兄弟，这可是墨西哥黑帮里的顶级杀手。他们在警告老麦克小心你家人的安全。不得不承认，小孙女真的是老麦克的软肋。他决定和丁丁叔好好谈谈，想让自己修改证词也可以，但是要5万美元作为报酬。丁丁叔觉得老麦克现在已经没有资格谈条件了，只要他一声令下，他的儿媳和孙女就会有危险。I got my money, or neither of us walk out of here. You willing to die for this? Maybe I need the 50,000 more than you do. 果然，丁丁叔没有看错。老麦克确实很有打，最后同意了他的条件。晚上，那乔主动申请来老麦克家给他送钱，他从里面拿出一半递给那乔，并说道：“很快图库就会被放出来，代表当时的任务失败，这是退还给他的佣金。”而索尔自从广告事件之后，律所也不再相信他，安排一个女律师24小时监督他工作，防止再次出现问题。更讽刺的是，律所最后还是打了电视广告，不仅还是纯文字那版，而且居然在深夜的时段投放，这使得索尔开始失眠。这份工作让他倍感不适，他逃离高档的公寓，回到自己以前的小办公室里，躺在那张破旧的折叠床上，或许这才是属于自己的地方。而金也因为查克的帮忙恢复了职位，在一场注定失败的官司上，他由于出色的表现，还收到了其他律所合伙人的邀请，对方很欣赏他的才华和勤奋，想高薪挖他来到自己的律所工作。工作的不顺与委屈加上他人的极度肯定，这使金第一次萌生离开的想法。就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陌生男人的搭讪让他起了捉弄之心。金海来索尔2人装作一起开公司的兄妹，轻轻松松从男人那里骗了1万美元的支票。见金鼓起勇气决定辞职，索尔也十分开心，他终于忍受不了那个不合适的杯座，将他暴力拆掉了。从此2人的命运都发生了改变。老麦克找来索尔帮助他修改证词，面对法官的询问，他巧舌如簧，顺利帮老麦克解决掉麻烦后，索尔回到律所就喊来助理起草离职信。就在他还在琢磨怎么措辞好时，助理却提醒索尔，如果他现在主动辞职，不仅丰厚的待遇没有了，就连当初签约时的奖金也是要退回的。听到这，索尔连忙翻出当时签的合同，果然如他所说。索尔立马改口说，刚才只是开个玩笑，但这一纸合同能难住索尔吗？他开始了自己的花式作妖之旅，每天穿着各种夸张颜色的西服来上班，在办公室里面榨果汁打扰大家工作，甚至拉完臭都不冲水，还说这是在节约水资源。就在索尔一系列的骚操作之后，老板终于忍受不了了，决定开除索尔，因为只有他被开除签约奖金才不需要退回。 Hey Cliff, for what it's worth, I think you're a good guy. For what it's worth, I think you're an asshole. 索尔离职后就找到金，他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希望金可以和他一起创业，两人一起努力，从头开始做自己的老板。但金再次拒绝了索尔的邀请，他还是不能接受索尔做事的方法。随后金就参加了其他律所的面试，所有的合伙人都很喜欢这个充满干劲的姑娘，如果一切顺利，明天他就可以过来上班了。面试后，金看着索尔给他的名片，忽然觉得索尔之前说的有道理，只不过是需要换种方式来合作。他找到索尔，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两个人2间律所，一切的办公费用平摊，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风格来办事，都有自由又不会孤军奋战。What do you think? I don't know what to say.
Say yes. 老麦克为了孙女的安全，决定不让他们继续住酒店。他开始陪着儿媳挑选喜欢的房子，眼前这套房子就让他十分满意。不仅学区好，这里的治安也非常棒。但是买下这里需要很多的钱。老麦克答应儿媳不用担心钱的事，他会去想办法的。而老麦克的办法就是丁丁叔一伙人，他决定上演一次黑吃黑。在美墨边境，每天都有数不清的货车驶入，这里面每一辆都要经过仔细的搜查，没准哪一辆货车里装的就是高纯度蓝精灵。尽管如此，也阻止不了毒贩们的脚步。老麦克为了给孙女买个大房子住，决定铤而走险抢劫丁丁叔。第一步就是要弄清他们的交易步骤。老麦克每天晚上都守在当初谈判的甜品店外，除了定期有货车过来送货，就是打烊后丁丁叔偶尔会带着手下过来。看来这里似乎并不是他们交易的地方。第二天，老麦克就跟踪丁丁叔来到一处工厂，这里看上去像是一家汽修厂，但没过一会，另一辆货车也开进了工厂里，看样子这里才是他们交易的地方。可是看不到里面的情况，老麦克也不知道对方把钱藏在哪里。很快工厂里就传出来了卸轮胎的声音，让老麦克猜到的东西应该都被藏在车轮里了。这办法真是没什么新意。金和索尔达成合作后，他就来找哈姆提交了辞呈。虽然有些不舍，但是哈姆并没有过多挽留金。他现在只有一个担心，就是金会带走他刚签下的银行客户。而现在对于金来说，最重要的也是赶紧抢回这个银行客户，他将是自己新律所的第一个客户。回到办公室，金就开始约对方一起吃午餐。金劝说对方让他来做后续的服务，他不仅可以投入全部精力，而且还将提供定制化的服务，就好比男人身上穿的私人定制的西服。他被金的真诚所打动，会认真考虑金的提议。哈姆也争取到了和银行客户见面的机会，并请查克出面帮忙搞定这单。老道的查克不光承认金的能力，还十分认可他的才华。但是金可没有他丰富的金融法知识，并且他在美联储和证券交易委员会都有熟人，这可以帮对方省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最后对方还是选择了查克的律所继续代理，而查克也因此导致疾病复发，再次病倒了。金知道这个结果后十分沮丧，他本以为自己当时已经说服了对方，但没想到查克居然也出面参与了谈判。索尔不忍心见女友这么失落，他决定去找大哥谈谈。来到大哥家里才发现他病得很严重，索尔让助理先回家休息，他会留下来照顾查克。看到屋里放着2箱银行客户的资料，让索尔心生邪念。他把文件里一切有关地址的资料抽出来，然后跑到复印店把文件全部复印2份，再用小刀把复印文件上的数字抠下来，位置对调后粘在另一份文件上，再进行一次复印，这样就成功伪造了一份假的文件。索尔回到大哥家，趁着他熟睡，把所有伪造好的文件都放回原处。做好这一切，他才安心的睡去。而金也因为索尔做的这一切，再次夺回了银行客户。另一边，老麦克在知道丁丁叔的交易地点后，也开始着手做起了准备工作。老麦克在半路拦下了丁丁叔的货车，他没有干掉负责开车的司机，而是堵上他的嘴，蒙住双眼，扔到了一边，然后就拿出电锯切割轮胎。那些钱一定藏在这里面。终于在第3个轮胎里，他找到了想要的东西。这次给孙女买房子的钱总算是凑够了。干完这票后，老麦克又开始监视丁丁叔，他要确保对方不会怀疑到自己身上，否则他的家人就危险了。虽然丁丁叔没有怀疑到老麦克身上，但那乔却猜到了，因为抢了几10万的毒资还留下活口，这种事只有老麦克能干出来。那乔担心司机认出老麦克后会牵连到自己，老麦克保证对方什么都没看到，不会出任何差错。但他心里有个疑问，为什么卡车被劫这事没上报纸呢？ Is that what this is about? You wanted to put the cops onto Hector? Why? You are nothing to him. He forgot all about you. I haven't forgotten him. 原来那天老麦克离开后路过了一个好心人，给司机松了绑。随后那乔就赶过去处理了现场，最后那个好心人也被丁丁叔给杀了，所以警方并不知道此事，这让原本只想抢点钱的老麦克再次动了杀丁丁叔的心。另一边，查克和哈姆一同出席了听证会，只要会议通过，客户就可以顺利开设分行。很快法院就发现了提交资料上的错误，2次提供的地址并不是一个。查克和客户确认地址确实错误后，他向法官申请是否可以先临时通过，他们会尽快提交正确的文件，但这不符合程序。法官宣布6周后再次举行听证会。回家后，查克开始查阅箱里的资料，不管哈姆怎么劝说，他都觉得自己不可能看错。查克突然想起，这可能是索尔搞的鬼。银行客户因为查克的失误又找到金，想要重新合作，于是索尔和金来到查克家里取资料。查克决定把事实真相告诉金。上周索尔支走助理，偷偷在夜深时更换了箱子里的资料，把里面所有的地址都进行了篡改，才导致查克的申请报告出现了错误。然后趁今天开庭的时候，索尔又偷偷溜回自己家里，把正确的文件换回来，造成一种是他自己失误导致的假象。虽然金相信索尔能干出来这事，但是如果一旦承认下来，那索尔就犯了重罪，涉嫌伪造证据、诈骗甚至非法入侵。于是这次金站在了索尔这边，他也认为就是查克自己搞错了，在昏暗的油灯下工作错，把1261当成了1216，这是极其正常的事情。可查克坚持认为就是索尔干的。 I know he's not perfect. And I know he cuts corners. But you're the one who made him this way. He idolizes you. He accepts you. He takes care of you. And all he ever wanted was your love and support. But all you've ever done is judge him.
You never believed in him. You never wanted him to succeed. And you know what? I feel sorry for him. And I feel sorry for you. 拿走银行的资料，金上车就给索尔一顿猛锤。他知道索尔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自己，但这次他确实玩过火了。晚上，索尔刚想谈谈白天的事，却被金给拦下了，并且他还提醒索尔，大哥查克是个恐怖的对手。Going against him, you'd really want to make sure you've got all your I's dotted and your T's crossed. Nothing for him to find. 被点醒的索尔想起复印店的事情，他过来时刚好遇见大哥的助理在里面。等他走后，索尔来到前台，给了店员几百美金，让他谎称从没见过索尔，并且还删掉了监控录像，随后就躲到了复印店对面。没一会儿，助理就带着大哥回来了。当他再次拿出索尔的照片和店员询问时，他却一口否认自己从来没见过这个人。白天的耻辱加上电磁波给他的心理压力，查克的病又开始发作了。他不顾助理的阻拦，一直缠着店员询问。 Now walk away from me. We are not finished here. Done talking to you, man. 索尔担心查克的安危，不顾一切地冲进复印店里，一边呼唤着大哥，一边让他们帮忙叫救护车。幸亏查克被及时送到医院进行抢救，所以并无大碍。目前看来，他只是头部有外伤。在病房里的大哥还一心想着调查索尔，他喊来助手，问他索尔在自己昏倒多久后赶来的。助手也撒谎骗了查克，说是自己打电话给索尔，他才赶来复印店的。经过一系列的检查，还好查克身体没有其他问题。索尔将查克送回家里后，又开始忙自己新律所的事情。而老麦克自从和纳乔见面之后，就一直监视着丁丁叔一伙人。他发现似乎那个司机也会被他们灭口，于是老麦克找到黑市商人购买武器。经过两人仔细的调试后，这把枪足以在1500码之外狙杀目标。老麦克决定要铲除丁丁叔这个祸害。他偷偷来到关押司机的小屋附近，耐心的等待丁丁叔的出现。没过多久，司机就被他们从屋里抬了出来，而炸鸡叔也出现在老麦克的视野里。可纳乔却无意间挡住了丁丁叔。这时老麦克压根没有机会下手，亲眼看见又一条人命被他们夺走。老麦克决定继续等待机会，今天一定要干掉丁丁叔。可突然他听到有汽车的喇叭声，难道自己被发现了吗？他小心翼翼地回到自己的车里，发现有人用树枝抵在了喇叭上，并且在挡风玻璃上还留下了纸条。如果我没猜错，这一切应该是炸鸡叔安排的。期待老麦克和炸鸡叔的碰面。索尔突然接到哈姆的电话，查克因为银行客户的事件要退出律所，于是他连忙来到大哥家里，发现查克居然在屋内建了一个法拉第笼，这样才能阻止电磁波对他的干扰。查克认为就是因为电磁波导致自己记忆力下降，所以才会犯下那么低级的错误，甚至还怀疑这一切都是索尔干的。因为过度的自责，查克决定要退出律所。索尔不忍见大哥这样，便将实话告诉了他。It made me feel better. But yes, it's the truth. 原来索尔做 Jimmy, you do realize you just confessed to a felony? I guess. But you feel better, right? Besides, it's your word against mine.